好，弟兄姊妹，大家午安。午安。摩西五经读完了，我觉得非常感谢神所以我们在做总结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这段时间是在给主我们所有的恩典，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你在无处都不看顾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从3年半以前，有一批弟兄姊妹一起追出来读经，一直扶持，他们从来没有缺席过，他们从来没有将这个小组放弃过。主，你在明处暗处，你亲自祝福他们。我们从1月份开始，我们要读新约的马太福音。主，你要与我们同在，让有更多的话语释放出来，让所有得救的弟兄姊妹能够跟着神的话，让他们生活上有亮光，让他们生活上有能力。我们为了过去，我们感谢你；我们未来，我们交在主的里面。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谢谢我们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呢，就是摩西五经呢，我们稍微做个总结我们大概有50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讲到创世纪创世纪这段时间呢很长，不容易抓，但是时间对我们读经是非常重要的。我就整理了一下，我给大家一个时间的概念从创世纪里面呢，我们最主要要读到8个人物这8个人物我们温习一下好不好？第一个是谁啊？亚当，还有呢？亚伯，还有呢？以诺，还有呢？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8个人物你要背起来你50章的创世纪8个人物背起来，每个人物的我跟你讲的重点，你创世纪就了解那为什么我们要读创世纪？这很重要一卷书，为什么呢？摩西五经是我们全本圣经的真理的一切的基础，告诉我们世界怎么来，人怎么来，人的种类怎么来，人的罪怎么来，也告诉我们最重要一点，就是撒旦怎么来。所以撒旦最不喜欢我们去读创世纪，因为撒旦的出身呢不光彩，所以他的出身没有人要了解。我以前讲过说，现在你看到一个人很光彩，他可能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很有名声，当你问他的出身，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可能流氓出身，他可能混混出身，他可能是贪污出身，你不知道。你以为看到他这个人现在很有成就，很有厉害，很有权利，你都很羡慕他。当你一了解这个人出身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是不堪入耳。现在撒旦看起来很厉害，你看弄到整个世界有够乱，对不对？因为空中掌权的还是在撒旦的手里面，所以神要从这个空中掌权的黑暗世界将我们救离出来。所以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有2个字很重要的，就是第1章有2个真理很重要，就是马太福音第1讲到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的先祖，一直生下去。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加百列就跟他讲。这个加百列就是先知里面呢，就是最大的他是负责什么？传播信息。所以加百列是专门传递神的信息。加百列说：“你叫圣灵怀孕，你要生出一个孩子来，他的名字叫什么？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耶稣是什么意思要他在耶稣的意思是，我要将我的百姓在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什么意思呢？全人类世界所有的创造都是神创造的，创世纪告诉我们。但是因为人犯了罪，给空中掌权的黑暗权势怎么样掳走了？有神的儿子来到地上，让这被被掳的人怎么得到救赎？所以为什么取名叫耶稣？要将我的百姓从罪里面什么救出来？如果这个国、这个世界都是属于神的，他需不需要救出来啊？不需要。这个是最基本的真理。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真理，你做基督徒是做得很迷糊的，你知道吗？你会常常受到影响。为什么神要救我们呢？因为我们现在被黑暗的权势、罪恶的世界绑住了。神的儿子来到这边，就要将我们从罪里面什么拯救出来。我们都被拯救出来的群
群人。所以我们现在与神同工，我们要去救，所以传福音就救其他还在哪里的人啊，在罪跟世界里面的人，叫他走出来。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因为耶稣意思叫你救出来以后呢，耶稣后面的天使有跟他讲，他的名字叫耶稣，而且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神与我们同在。这两个字怎么连在一起啊？很多人知道耶稣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但两个字连在一起不知道。这个叫做断章取义的圣经。你要明白连接的观念才有用。原来神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不是要我们忙着自己的工作，忙着自己的家庭，忙着自己的事业，这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家庭、事业、金钱、健康很重要，没有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叫你揪出来有个责任，叫做以马内利，你要与神的同在，连起来了。原来神救我出来的目的是要跟神什么同在。所以你救出来以后，你没有跟神同在，你神的命令你是遵守了50%，那另外50%就给黑暗的权势在掌权。所以这个就是要聚会，要读经，要明白真理。否则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信主了，救出来了，跟着出了埃及了，离开世界了，但是他没有跟神同在一起，所以他的生活都是很悲惨的，对不对？他已经救出来，离开世界了，世界上犯罪事情他没胆去做，人家贪污你不敢贪污，对不对？人家杀人你不敢杀人，你没胆做，人家撒谎你撒谎心里很不平安，对不对？你恨人家，你嫉妒人家，你知道不对的，你就很痛苦。这个叫做半吊子的基督徒，达不到天也找不到地，所以是最痛苦的基督徒。他倒不像外邦人一样，他根本不怕神，反正他在罪恶里面打滚，对不对？罪恶里面打滚，圣经有个句例子叫，反正猪在猪棚里面打滚一样。你已经脱离这个猪棚了，你再回去跟猪打滚，你很难受，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对不对？但是你要摸个天也摸不着。其实半桶水的基督徒是非常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神救我们了，脱离罪是第一步，与他同在是什么？第二步。所以耶稣又叫做耶稣，第二叫做以马内利。所以我们必须要与他同在，我们才有力量，才有全然的得救。那就是创世纪里面讲。那接着马太福音里面讲，那创世纪里面8个人物的故事呢，有几个重点呢，一定要知道。我们读完创世纪，我们知道宇宙是谁创造的？神创造的。对不对？你不要再去想啊，真的是神创造吗？那怎么会有达尔文呢？怎么会有这个考古的这个化石？怎么有这么几亿年前、几百万年前什么基罗基、白什么基，这么多复杂事情呢？你搞得一团乱。你读完创世纪，你要坚定的相信，宇宙是什么？神所创造。地球现在越来越，你现在看一下科学杂志这个 Nature 是全世界科学杂志最有权威的。他现在的科学家越来越相信，地球其实很年轻，很年轻。以前根据碳的角重去追踪，他发现碳的角重的错误率之大，现在已经没有人用了。所以你的思想还在小学的概念里面，还是40、50年前概念，这都被撒旦骗了，对不对？你已经科学越来越进步，是对神的话越来越迫切，越来越相对。所以创世纪第一个是神创造的，只有在地球上有人，所以不要再去相信有太空人，不是太空人，这个外星人，你别傻了，对不对？有一次我在讲台上讲，很多人问我，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啊？我公开讲没有。你有个姊妹很爱主的，你兄弟这么讲这么绝对呢？我说真理就很绝对啊，对不对？你问我有几个爸爸，我说一个，有没有人没有？就没有，就一个吧，就很绝对嘛，对不对？你问我朋友有几个，我要数一数啊，对不对？一数有20个，你想不是21个，有可能不绝对啊，对不对？那他说问我个问题，他说你讲的这么绝对，万一真的发现有外星人怎么办呢？那我就很高兴了，为什么？证明神是假的，对不对？神说没有，证明神是假的，高不高兴啊？高兴啊！不用聚会了，不高兴。
交封印书全部取消掉了，中午就不要浪费时间了，高不高兴啊？高兴。但是我说你没办法证明它是假的，问题就是在这边。我们人，你真的有办法证明这个耶稣是假的？我第一个感谢你，我不用再浪费时间，我也不用奉献，对不对？既然没有神，我一生的吃喝玩乐吧，对不对？我也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对不对？我反正自己高兴就好，无拘无束，高不高兴啊？高兴。但是对不起，你没办法证明。几千年来，人都想证明神已经不在了。最有名一个哲学家叫做尼采，他说神已经死了。他讲完这句话没有多久，他发神经，精神病。尼采不到30岁就死。现在是尼采离世，今年2013年，尼采离世200年纪念，有人写了一篇文章，神死了吗？讲话的那个死。有人问我说：“你怎么懂这么多东西？”其实不难，神给我们时间很多。你看病的时候可以看点东西，对不对？你休息的时候看点东西。你等老板开会，坐了半个小时，不要东家长西家短，你拿本书来看一看，对不对？你同时会准备很多的书，你读书有计划的。因为我最近在读什么的书呢？因为有人就跟我讲说，什么易经啊、太极啊，这个是很邪门的东西，叫我们基督徒不要去读。我最近去找了本中国文化叫《轮回属灵的意义》，里面很多古文的东西，有道教什么叫气啊，对不对？然后武功啊这些东西，很多人问嘛，对不对？我就详细去了解，这个是潘弟兄，他是牧师，他是在大陆，他是那个福勒神学院的 PhD 博士班，他是中国的，从大陆出去，他讲这个讲得很清楚。我再去看一下这个事情，跟我们以前的圣经里面的观念都是一样。那这种书看起来很快，这个大概1个礼拜可以看完，你有系统去看。而且我在里面都有做笔记，看完重点都做笔记。我同时间大概有7、8种书在看，有历史的，有科学的，有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也有真理一些东西。所以你的人生会很丰富，你不会给人家一句话就叫你就是哄得东倒西歪。所以从创世纪我们知道宇宙是神创造的，人类是神创造的，是从一人变成万族，这个概念要有。我们知道撒旦的起源，撒旦现在好像很威风，但是撒旦的起源是什么？就是欺骗。撒旦就是被神赶出去的堕落的天使，所以撒旦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你知道他的出路，你就知道他现在狐假虎威，现在好像看起来很厉害，这个是个过渡时期。所以创世纪很重要。我们读完创世纪以后呢，我本来是想读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撒旦的结局。所以这个人的头尾都不光彩，都知道了，你中间你不要怕他，否则他会欺骗你。但是后来神说你不要读启示录，你现在读四福音书，所以我从马太福音开始。所以光这8个人物里面，我们了解了亚当有他的历史。我们知道亚当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是什么？奉献一个乐，这是很重要的历史，对不对？如果他不愿意奉献，对不对？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对不对？没有后面的故事，所以它很重要。这个真的要了解。第二个亚伯的重要是什么？被杀是重要，献祭。亚伯时代没有律法，但是没有律法，亚伯还是懂得献祭是什么，就是感谢神、赞美神。所以一个人不需要读神学院，不需要听过福音，你都从看到宇宙的万物，你就知道有个神，你应该敬畏他。你不需要有人跟你讲的，
就好像你看这个大楼，你不需要有人跟你讲，哎，这个大楼是有人盖的，你不需要这样讲。你看到大楼，知道有人什么？有个建筑师嘛。你虽然不知道这个建筑师叫什么名字，你知道有个建筑师。对不对？你问牛肉面，对不对？你回家做牛肉面，你不会傻的说啊天掉下来没这种事情，对不对？你虽然不知道是妈妈煮的、爸爸煮的、哥哥煮的、弟弟煮，不知道，但是一定有人什么？有人煮。所以亚伯的概念要明白说，献祭，感谢神。你们第三个引落了，与神同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与神同行。所以你不能说我没有听过福音，我没有去过教会，我就不能与神同行。神不接受这个 excuse。神说以诺没有书，没有新约，没有旧约，没有律法，他看见宇宙的万物，他知道这个罪的世界，他知道他儿子死的时候，神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他敬畏的心就出来，他愿意与神什么同行。第四个挪亚是什么？方舟是什么意思啊？与神同工，对不对？神要他做个事情，他没有问为什么。如果挪亚说为什么嘛？现在天气这么热，你知道在考古人类学家研究圣经跟地质学的人讲说，在挪亚的时间前面应该没有什么下雨，是地里面的雾气成就那些那些植物的，没有下过雨。一个没有看过下雨的人跟你讲说，用有下雨的灭掉这个世界，难不难啊？难。就好像现在你的时光隧道里面，你去跟岳飞讲说将来会有飞机，那对他来讲是很难明白的事情。但是挪亚相信神的话，神说什么他就什么做什么，就叫与神同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与神同工，你不一定全部明白，对不对？你相不相信？神说你与我同工，你去传福音，你服侍每个人，你将最小的一个杯水给一个最小的小子吃，神说你要得到经验，你相不相信？你相信做了，哎，到时候神真的奖赏你。所以与神同工不是搞明白，是相信。你的另外一个第五个是谁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信心。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神要他做的事情，他要离开。昨天我晚上回去听那个我们这个有成弟兄在风中小组讲一个亚伯拉罕创世纪12章，对不对？12章嘛，对不对？讲到说75岁还要离乡别井，也不容易的事情啊。你的前面一个导读的王弟兄，他讲的说啊，他说他现在50岁，是王弟兄50岁。他说啊，要我从台北搬到台中，我都不太愿意啊；搬到高雄，我更不愿意啊。到75岁，你叫我从楼上搬到楼下，我都不太愿意啊。但是亚伯拉罕75岁还什么？还可以离开乌尔去到迦南地。他举了个例子，迦南地跟乌尔有多远呢？800多公里，就像台北到高雄，高雄在台北这么远。你们是不是这样讲？对吧？我昨天还去参加那个疯狂小组打高尔夫球啊，对不对？打完高尔夫球以后，晚上收到一些简讯呢，我一样可以看你们所讲的事情。你看我时间多了多少？而且看了也不是忘记的，我都记得起来。这就是敬畏神，神让你的时间用不完，阿们吗？你为什么时间不够用？就是你不敬畏神，只有个答案。我不骗。有些人忙得不得了，对不对？自己做这个做不好，做这个做不好，一头雾水。你没有敬畏神，你没有将神放在第一位置。你将神放在，你试试看嘛，对不对？我讲也没有用啊，你不试，你永远就是不知道的嘛。你试试看嘛，对不对？你试试看嘛。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告诉我们说，信心不凭眼见，就是相信有把握。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作者告诉我们，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的确据，对不对？不是要拉到以后的。所以亚伯拉罕告诉我们信心。第6个人叫什么？雅各。雅各的贡献是什么？
圣以撒。是说第6个是以撒。对，以撒的贡献是什么？啊，顺服，还有呢？献雅还有呢？以撒有个真理很少人不知道，就是完全享受他爸爸给他的福气。以撒在圣经里面好像没做什么事情，最伟大就挖井。对，很多井都是他爸爸挖好的，人家拿走了，他再挖回来而已，对不对？以撒有4个字，叫做坐享其成。哎呀，这对我们太重要了。基督徒的我不认识这个啊，大家都像前面与神同工、与神同行，要献祭哦，要救乐果，对不对？哇，痛苦死了！你要认识其中一个真理，我们可以什么？坐享其成。神已经做完，神已经做完。所以神太丰富了，他用每一个人来调表一个真理，让你明白它。所以以撒，你不认识以撒，你真的做基督徒很辛苦，很委屈啊。所以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本来想叫他改名字叫以撒，后来想不行，那坐享其成，对不对？所以后来改成林肯，对不对？林肯就要为神做工嘛，对不对？所以后来他班上有个同学叫以撒，对不对？小学的，我儿子就问他：“你爸爸是不是叫亚伯拉罕？”很可爱啊！以撒就坐享其成，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第3个雅各，雅各是什么意思啊？抓这个解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雅各的真理跟以撒的真理一样重要。以撒的真理是告诉我们坐享其成，就是你就算你信主，你就算是躺在地上就做婴孩做到见主，你也享受永生的生命。谁叫主救你？救了你不能救到底啊，对不对？神说救你就救到底啊！你躺在地上发怎么都不要，还是爸爸的儿子嘛？怎么办呢？30岁躺在地上，他不要你饿死了，他还是供养你，就坐享其成。雅各是什么意思啊？雅各说像这么糟糕的人，神都要。哎呀，你们读得很安慰啊！我们读雅各的时候，觉得说。这个尼克上次我们读的时候，他说：“哎呀，雅各那个祷告到底行不行啊？对不对？那个你问过我嘛，对不对？哎呀，只要你祝福我，让我一路平安，吃饱穿软，我回来就奉献给你，对不对？这个人有够坏，对不对？我们也不敢这样讲的。所以你看到雅各，我们每个人都什么有盼望。哦哟，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对不对？所以你想到雅各，你不要看到雅各的一肚子气，你不要。如果雅各是个圣人，那我们都没盼望。连这么坏的人，神都要祝福他，而且祝福他是大福，他的后代子孙的祝福他。那你觉得比他好，那你更大的祝福啊。那你说你比他坏，要比雅各坏不容易，对不对？这个雅各这个人啊，天生就是专门跟人作对。一出生就跟他哥哥作对，对不对？那去到岳父那边跟他拉班作对，从头作斗到底的，跟他最后跟神作对。这个人专门抵挡人的，但是这个人，神还是祝福他。但这个人有个条件，这么坏的人，他认识神，他要就很重要。你是个圣人，你道德很好，行为很好，你不要神，神没法祝福。好，第8个是谁啊？约瑟。约瑟讲到什么？我们是有君王的地位。约瑟被卖、被囚，我们生活，我们人生是不是有被卖，对不对？有没有被朋友出卖啊？有没有被太太出卖啊？有没有被丈夫出卖啊？对不对？有没有被老板出卖啊？有没有被朋友出卖啊？多多少少都会有，对不对？我们有被囚啊！你说我没有坐过牢，被囚坐牢还小事啊，心里面被囚啊，我们的心常常被捆绑住啊，为金钱捆绑，为美色捆绑，为财富捆绑，为这个捆绑，为他一生都被捆绑啊！有人被酒精捆绑，有人被毒瘾捆绑，有人被谎言捆绑，都被绑住。虽然失败，虽然被囚，但是神还是高举什么约瑟成为宰相。那神为什么不叫约瑟做埃及的国王算了吗？为什么做宰相呢？你知道吗？埃及在那个时候代表世界，
你在世界里面做王，就是得罪神的事情。宰相不是，他反而帮助世界，让埃及的饥荒能够度过去。那我们在属灵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没有人可以做王，因为神才是王，阿们吗？他才是老大。我们最多就像那个约翰跟雅各的妈妈祷告一样，让我这个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我们最厉害了，就坐在神的什么左边或右边，你绝对不能坐在神的位置。你现在了解这个意思了吗？所以8个人物你了解以后，这本创世纪写了多久呢？我给大家一个概念，从亚当到洪水泛滥的时候，一共是1656年。好，你要从洪水到建巴别塔，将巴别塔这个时间，叫洪水泛滥以后到建巴别塔多少时间呢？就是巴别塔以后人就分散了，大概130年。我上次在风中小组讲过这篇道，我说建巴别塔的时候，挪亚还活在地上，因为挪亚洪水以后，挪亚还活了几岁啊？350岁，所以挪亚还在。你看挪亚与神同工，这么敬畏神。一洪水结束以后，就放纵自己，种葡萄、炼酒，或者烂醉，对不对？也咒诅他的儿子一错再错，然后他的后代子孙骄傲那个程度，要盖一个塔，然后要与神同名，他还在。所以属灵的影响力，听清楚啊！如果你没有跟神连在一起，你的影响力会衰退的，明白吗？你不要说10几年前我是教会很有名的牧师，现在是什么呀？欧美多少的教会现在都变成清真寺，你知道吗？很多的教堂很有名的教会，以前是非常有名的教会，18、19世纪很有名的教会，就是伦敦那边，现在都被回教徒买走了，改成清真寺。生命没有连续下去，仇敌就叫你掳走了。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要在肢体里面一起服侍、一起同工？因为你在团体里面不容易被掳走，不容易被掳走。所以大概的时间，你呢从挪亚开始，洪水来的时候，挪亚600岁。你呢，他有11章里面有个主表下来，一直接着亚伯拉罕，一直创世纪结束，就是约瑟的一副棺材。所以时间你统筹一下，大概有个概念，叫创世纪的。那第2章呢，到了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总共写了多久呢？写了1年，就是将神在埃及将以色列人带领出来，透过一个人叫摩西，神用10个神迹救了摩西，不被法老杀。因为他用10个神迹将救了所有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出埃及记里面1年的时间，讲到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摩西。因为他有几节圣经很重要，就12章，出埃及记12章很重要，因为那一章讲到逾越节。以色列从那年开始，正月初1，他们就要离开埃及，所以那个叫逾越节的故事。所以12章逾越节以后，他们离开以后，中间法老不同意，有10个神迹，对以色列人讲是神迹，对埃及人讲是灾难。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跟我们新约有什么关系呢？现在的社会这么的乱，天气变化这么大，食品这么多的污染，人心这么多的败坏，同性恋这么的猖狂，经济这么的乱法，法官贪污到这个程度，这些的事情发生，对信的人来讲是神迹。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会越来越乱，对我们来讲是神迹，告诉我们神快要来。对不信的人，就是什么？叫灾难。你们懂吗？你们能够连在一起吗？像圣经里面的活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是神迹。主快来了，高不高兴啊？高兴啊，对不对？主快来，高兴啊！我们一生不是等候主来吗？有一群人是最快乐的，也是最蒙福的，就是不经过肉体的死亡，就被空中被提的人最高兴。到目前为止，只有2个人不经过死亡，一个叫做以诺，一个叫以利亚。其他都要经过死亡。当第2次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活着的人，启示录讲到一批一批被提，
在空中与神见面，我们不经过肉体的死亡，就是最蒙福的人。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盼望那个时代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就像以色列人希望每一个女生，以色列所有的女生，所有的处女，她只有一个盼望，希望她肚子里面怀了耶稣基督。因为新约旧约里面一直告诉我，有一子为你们而生。所以每个以色列人都知道，将来神透过一个女子圣灵怀孕，所以每一个女生都要接受这个观念。所以你会发现说，旧约39卷圣经都讲到这个故事。所以当这个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跟她讲的时候，玛利亚没有很惊慌，对不对？因为她从小都知道这个故事，你了解我意思吗？你了解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他这个故事，如果这个人发生在中国，加百列去跟中国女子讲你就要怀孕，那个人就得当场吓死，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就好像你在梦里面看到你端午节看到你跟屈原去划龙舟，你不会觉得很惊慌。如果说非洲土人梦了看到那个叫屈原，他也很惊慌，那从来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所以在以色列来讲，童女怀孕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每个女生都知道，而且每个女生希望被成为最有福气的那个人，就发生在玛利亚身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所有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12章告诉我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是神拣选的子民跟国度。因为他们离开了埃及，中间很多神经你回去看，离开埃及到20章很重要，12章、20章很重要，20章颁布什么律法？对不对？从20章出埃及记20章，一直到后面的32章，都讲到律例典章，一共有613条。10诫，前4诫对神，后6诫对人。律例典章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地位跟尊重，还有讲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守则，因为人与人之间没有守则就会乱。所以律例典章不是只讲的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人在地上都有3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是人跟神的关系，第二种关系是人跟人的关系，第3种关系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有人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很好，有人 EQ 很好的，讲话也很得体，他与自己的关系很好，他很恩待自己，看到饿他就吃，看到东西他就买，他从来不虐待自己。但是他跟人的关系很糟糕，他就舍不得给他太太好一点，对不对？他就舍不得给他员工好一点，跟人的关系很糟糕。有的人呢，跟人的关系很好，但是看不起自己，所以很多忧郁症就出现，他就看不起自己，对自己没有用。他看到任何人都比他强，所以3种关系不能有一种关系是错误的。有的人对自己也很好，跟人的关系很好，很多世界上成功的人，你看又会讲话，对自己要好，家庭也很美满，对不对？修身齐国齐家，平天下都做得很好，但他没有神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神说你赚到了全世界，失去了一切有何价值呢？所以3种关系都很好。我们基督徒有个好处，最重要的关系弄好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什么弄好了。我们在地上学习的都是我教导你们跟人的关系，阿们吗？跟人的关系很重要，这教导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要欣赏你自己，你从心里面为自己感谢神，你不要埋怨神，对不对？你不要这个都看负面的嘛，对不对？你要看正面。你相信神，你对你的工作相信吗？你扫地就为扫地感谢神，你开飞机的为开飞机感谢神，对不对？扫地的跟开飞机的在神的眼光中都一样的，对不对？这个做 Billy Graham 跟做一个小弟兄，在神的眼光中都一样的，那个中心就是了。他是5000两，我们是1000两，都一样，奖赏完全一样。所以20章到32章讲到律例典章。就是出埃及记里面，律例典章讲好了以后，他顺便中间讲一个东西，就是要他建会幕。神说：“我教导这种律例典章给你们，我要找个地方与你们相会呢，就要建会幕。”所以神给摩西一个会幕的构想，会幕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你会幕里面所有东西，在外院的地方有2个东西，一个叫什么？
洗手盘。第二呢，铜祭坛。进到神的圣所，首先要献祭，献祭之前要洁净，很容易记得。洗手盘、铜祭坛。献祭完了以后，才进入圣所。圣所有3样东西，对吧？陈设饼的桌子，对不对？还有呢，金灯台，还有呢，金香炉，对不对？桌子讲到神的供应，对不对？香炉讲到我们的赞美，对不对？那个金香台就讲到我们的祷告，就是今天有情与炉的祷告嘛，有没有看到？就是根据这个。因为这个做完的事情，就进到至圣所里面。至圣所有什么？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叫做约柜。那约柜里面有3个东西，对不对？一个是什么？法版，神的法版，对，律法。神的法版讲到神的属性，对不对？讲到神的公义。另外有一个东西叫什么？玛纳，有1罐的玛纳，玛纳讲到神的恩典，神的公义。第3个讲到什么？亚伦发芽的杖，亚伦的杖不奇怪。这个杖呢，枯木能够发芽才是神迹，对不对？亚伦的杖讲到什么？神的权柄。这个出埃及记就差不多讲完了，其他的都是小节。你的出埃及记讲完以后呢，因为他们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的时候，从出埃及记呢应该直接跳到民数记，但是中间夹了一段的利未记，所以出埃及记前后讲了多久呢？讲了1年。然后呢，中间夹了一段就是利未记，对不对？创世纪50章，出埃及记40章，这个利未记呢27章，对不对？然后民数记的34章，然后36章，然后申命记34章，你中间夹了一段利未记，就是从出埃及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因为百姓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背叛，所以神告诉他们律例典章，还告诉他们会幕，但是还告诉他们犯错的时候怎么样子来补救这个事情。所以利未记就讲到献祭，所以一开始就有5个祭：燔祭、赎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每一个祭物犯什么错，就做什么，献什么祭，都有明文规定，不能靠着人的喜欢。所以以色列的国是神治的国家，不是人治的。不是今天我做大祭司，我就要怎么献？你犯错2只牛，你犯错2只羊不行。神治说，神规定谁做大祭司，你犯什么错就要献什么祭，所以不会乱。所以利未记中间前后宣告了这个事情1个月，所以利未记从第1章到利未记的这27章，一共讲了1个月的事情，就告诉大家，你犯错得罪神的时候你要怎么献祭，得罪人的时候你要怎么献祭，杀人的时候怎么献祭。你的中间因为有200多万人在旷野，所以呢他们必须要有整洁的概念，否则200多万人乱起来不得了。所以呢要整洁。第二呢，整洁里面很多卫生的观念要有，所以利未记后半段讲到很多公共卫生的问题，所以洁净不洁净，对不对？得到皮肤病要怎么处理，麻风病要怎么处理，要怎么隔离几天。所以上次台湾不是SARS吗？SARS很多人就讲要是为什么隔离啊？对不对？我就跟他们讲了，利未记圣经有讲啊，什么病隔离3天，什么病隔离1个礼拜。隔离完了以后呢，这个隔离的人要给大祭司看一下，大祭司一看还不行，再隔离1个礼拜。你1个礼拜以后再进来，大祭司看还可以了，就进来。那如果隔离1个礼拜还不够洁净的，让他隔离再远一点，1个月，其实就跟我们那个SARS的时候一样。这个从境外回来，一看到温度升高，先在家里什么居家隔离3天。好了没事，不好1个礼拜以后不能在家隔离了，要在医院隔离。1个礼拜还不行，病入膏肓了，就不知道在哪里隔离了，就拿加护病房隔离。就是不跟利未记讲的一样，数字时间完全一样。那个时候没有医学，但是神是介高于医学，阿们吗？神知道什么病要隔离多久。但是那个时候他不用跟以色列讲，跟摩西讲，你知道这个SARS为什么隔离这么久？他听不懂的，也不需要。神讲的就招手，很多事情我们不一定明白，你听的就是，对不对？所以中间有讲到公共卫生的事情。你的利未记、出埃及记最后1章
到民数记这章是连接起来的，中间隔了1个月就讲这个献祭的观念。因为到民数记一共写了38年，他们从出埃及记在加底斯这个地方，他们直接可以进入迦南地，但是10个探子有10个报恶信，不相信神，所以神要他们从加底斯一直沿着摩亚平原这个地方流浪了38年。他们在西乃山，所以民数记里面一共38年，有2个数字，我有时候要记起来，就是603550人，这西乃山数的人数。所以民数的意思叫 numbers， 的数字很重要。因为这数完603550人，所以从那个民数记一共有34章，从第1章到21章就讲到603550人，在这个地上的旷野38年的生活失败，所以民数记全部是失败。所以很多人是读旧约、读耶利米、哀歌是最痛苦的，错。以色列人读民数记是最痛苦的，因为他的祖先都是失败。民数记记载95%都是失败。神提醒我们，你不听神就是失败。所以从第1章讲到21章，讲到人的失败，讲到可拉的叛逆，大家背叛，对不对？亚人的拜偶像，讲了很多的失败的例子。因为从1章到21章讲到603550人的失败，因为从26章到34章讲到601730人的失败，这2个数字，一个是60350，一个是60173，就是在摩亚平原选择再选一次数点以色列人，因为要进入到攻打耶利哥城。所以那次选经过40年旷野，人口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800，因为都是失败的里面。所以到第2个数字就是从26章到34章，就讲到这601730个人怎么样子进入在摩亚平原，要进入到迦南地区一切的准备。那中间还有22、23、24、25章，这4章圣经民数记有个插曲，这个插曲就讲到巴兰的故事。假先知巴兰试探神儿女们，接着告诉我们，当我们从失败进入到荣耀的国度里面，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会被试炼。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会被试炼，我们会有试探。你怎么要躲过这个试炼跟试探呢？你觉得肢体的里面，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因为这是个保护，你个人绝对被拉走。这个时候每一个故事啊，你们读过了，我现在帮你做个总结，你会更清楚。明天到了生命记最后1章，生命记所用的时间是10天，摩西死之前10天，生命记讲到摩西死前的3篇演讲。生命记一共36章，讲到3篇的演讲。这3篇的演讲一共有5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以前是从埃及为掳的。这要告诉我们，我们以前在世界上是灭亡的罪人，我们身份我们是罪人。提醒我们的身份，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在埃及不是做国王，不是做贵族的，你们是什么？为奴。提醒以色列人，明白自己的身份对敬畏神很有用。当我们神听我们话的时候，当神判断我们事情的时候，你讲话有权柄的时候，你讲话神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要回想，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最近呢，跟我在一起比较接近的弟兄姊妹就看到，我判断很多的事情都很准确。我判断一件事情，这个弟兄会跟这个弟兄会做一件事情，这个弟兄做了以后会什么事情，听着好像蛮复杂的。但是呢，我就跟一个弟兄讲，一定做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一定会有这个事情，完全一样。这不是我厉害，你跟神连接在一起，神会教一些事情，先告诉你，当我遇到的时候不要紧张，对不对？
但是我们人呢，常常会软弱。我举个见证的，昨天我们凤凰小组就去打高尔夫球。前一天天强跟我讲说，哎，这次烟雨蒙蒙啊，对不对？下雨不停啊，要不要取消掉？我说礼拜三早上11点，对不对？我跟天强讲11点我来做决定。对，你们很多小组里面的人都不是基督徒，很多是佛教徒。有一个叫杨哥啊，他特别跟其他人讲，他说你们这些异教徒不要随便跟你的神打电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现在很多人说已经动天庭了，直达天庭了。哦，他意思说，你们这个佛教徒、异教徒不要打电话给你的神。请耶哥来打电话，这意思是什么？我的神才是厉害的神，对不对？对，我就听一听了，对不对？我就跟神讲说，这个是可大可小，对不对？这跟我的光彩没有办法，连异教徒都觉得你是真神。我就跟神祷告说，拜托一下，礼拜三就中午到下午不要下雨，其他下没有关系。有个弟兄跟我讲，一听再来就神奇一点的，只有林口球场不下雨，其他地方都在下雨。我的信心没有这么大，对不对？我没有。但是呢，我那天早上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对不对？不是对神没有信心，对自己8点、7点钟起来打电话给球场，球场说是下雨，地很湿，对不对？然后我说啊，我的心里没有底。到9点半呢，有个异教徒打电话来。对，当你心里面一不相信的时候呢，仇敌就趁机在做你一把。他住在桃园，也是啊，我住在桃园，今天不可能了。昨天下一大天雨啊，下了10几天了，地都是湿哒哒的了。现在还在下雨啊，那个不可能的。我一听，早上球场的时候在下雨，不可能。就听到异教徒跟我讲说不可能，我完全忘记神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我就写信给天祥，我说你问一下侯弟兄，是不是下雨不要去了？这2个人恢复很快。那就取消了，取消我就看门诊了，看，慢慢看嘛，都没球打了，对不对？11点看完了，这个杨哥打电话来了，他说：“叶哥啊，你电话打通了，现在出太阳了这，因为我在看门诊的，根本不在外面天花地暗的，对不对？我就是打开窗户看一下，拉开窗帘看，这太阳出来了，我就马上接了电话就飞到球场去。那一天呢，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没有下一滴，只到了第10洞。”下了1、2洞的雨，热带雨伞，后面都没有下雨。我们打完以后呢，就下雨。今天早上在下雨，这1个多礼拜都没有都在下雨。这个事情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神是活的神，神是活的神。我们解释这个东西呢，我不要在电台讲，否则人家会觉得神经病。你知道，神做事情呢，很个人性的。属人的事情呢是很隐秘性的，神已经是神，所以你不需要将那个话讲成神话，你知道吗？神话化学的话，你不要将神做的事情神话化。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因为他是神，你不需要神话化。我们人为什么需要神话化？因为我不是神，我搞得我是神话化。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像我是个医生，我需不需要做一个动作医生化？需不需要？不需要，我就是医生。你不是医生，你才要骗人家，你才叫医生化。所以我们神做事情从来不需要神化，阿们吗？因为他就是神，神做的就是神，不需要神化。我们叫一个神做的事情变成神化，那就假神。对不对？我不反对你接到面包也好，接到这个钻石也好，我不反对，对不对？我相信神能做这个事情，我不反对嘛，对不对？神将死人复活的人做了，给你个钻石有什么了不起？但这种东西是不能到处讲，这是很科学的事情。神在我身上做很多事情，我也不能告诉你。连保罗这么认识神的人，他去过3重天，他有没有形容3重天的形象？没有，他是听到隐秘的声音。这句话让 John Lennon 应该是没有记错，应该是 John Lennon 写了一首诗歌，叫做《My Street Road》，有没有听过？这个很好听的诗歌，很好听的这个 Beatles 诗歌叫《My Street Road》。
他就说：“我听到隐秘的言语，但是他不是说从天听到玛利亚跟他讲隐秘的言语，对不对？所以买去了我亲爱的救主，对不对？你看唱诗的人、写歌的人可以从圣经里面听到歌。我这次在科技大学。”爱因斯坦从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看到E等于 mc² 的物理公式，对不对？所以我跟科技大学的老师同学讲，我说你们真的敬畏神，你的创造无限，对不对？连最厉害的科学家，他最厉害的，全世界最厉害的一个公式，3个字 E等于 mc²，却是影响全世界的物理。他就是从希伯来书11章第3节。就知道世界上只有2样东西，一个叫物质，一个叫能量。所有东西透过光速有平方跟平方，就可以从能量变成什么物质，可以从物质什么变成能量。所以你发现原子弹这么小，会炸死这么多的人，它是从一个物质变成能量，也从所有的能量很大的能量会变成一点点物质。所以这是神圣经里面讲的。看得见的世界，希伯来书11章怎么讲？我们所看见的世界都是透过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能量。所以创世纪讲，神说有什么就有，就是能量。神不需要我要做电，先做个发电机，你的发电插个电，它们一个电就出来了。神不需要，因为他的话就是能量。所以你当神话听，科学家当真理在看。因为叫神话。神的话就是力量，所以力量一出来就有物质的世界，对不对？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做时间的开始，在神永恒里面，时间是没有意思的，对不对？神要造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时间开始了。神一说起初，就 in the beginning， 时间就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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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一直到神第2次再来的时候，审判完了以后，进入永恒，就没有公元几年西元几年民国几年都没有了。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讲没有价值。当时间一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创造之后，空间就开始了。所以世界上在牛顿的时候，他发现牛顿是16世纪、17世纪的人，所以他的物理比爱因斯坦会比较粗浅一点。他觉得世界上所有的物件只有3个物件，一个叫时间，一个叫能量，一个叫空间。爱因斯坦讲的更极端，直接看到希伯来书，他说世界上只有2样东西。一个叫做物质，一个叫做能量。现在所有的科学只有相信这2件事，不管你是什么，就是这2个东西形成的，能量跟物质。那这个告诉我们说，在生命记的时候，最后一卷圣经，摩西用死前10天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身份是为奴的，不管你们有多伟大，也要记起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不管有多大的权柄，神在你身上有多大的权柄，祷告神听，按手并得到医治，你能够看见智慧的言语，能够听见智慧的言语，能够有权柄讲话，你还是回想，你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一切都是来自神，你就不会骄傲。说摩西死之前10天讲的3场演讲，第一个告诉他们的，你们是从埃及为奴之地；第二个真理告诉他们说，神选择你们成为他的子民。今天神选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说我们要像神，阿们吗？我们要与神同在。第3个，选你们出来，让你们敬拜神。所以以色列人敬畏神，他们有律例典章，有献祭，要守节。你有第4个，你们如果是犯了错，离开了神，你们要得到咒诅。神叫所有不好的东西都陈明在你面前。有2座山，记得吗？以巴力山、基利心山，神代表12支派，每个支派2个，对不对？你向着这个山就是咒诅，你向着这个山就是祝福，你自己选择，对不对？神告诉你，你要蒙祝福，你要走在我的祝福的道路里面。你不走在我的祝福道路里面，你就走在什么咒诅的道路里面。但是我们今天人最痛苦是什么？我不要走在主的道路里面，但我要祝福。就是这个，就是我常常讲的，我要一杯热的冰咖啡，没这种咖啡。你要蒙福，一定要走在祝福的道路里面，阿们吗？你离开这条道路，你就在咒诅的里面。你要走咒诅的道路，你要蒙祝福，这是不可以的事情，也不可能的事情。你不在方舟里，
你就在洪水里面，没有另外一条船。你不在基督里，你就是在亚当里。亚当就是被咒诅，就是世界，就是犯罪。所以摩西告诉他们说：你要受到祝福，你必须要守住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不要离开我，不要拜别接神。第5个，摩西说：神一定祝福你们。讲完以后，神就带领摩西去到以巴路山上面看，然后摩西就死在那里。然后他将这个权柄交给了约书亚，然后为约书亚祷告，约书亚就有神的权柄在身上。他们为摩西的死哭泣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啊？最后一章。申命记最后一章，他们为摩西哭泣了多久？啊，30天。所以我上个礼拜讲，我们在世上的人，有亲人过世是可以哭的，啊，不要做基督徒，我跟你讲，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我们见到面，对不对？可以，短时间我们还是见不到嘛，对不对？我们为了难过可以哭的，但哭的要有盼望，明白吗？这很重要，哭的没盼望跟有盼望不一样，对不对？这个寡妇死儿子就没盼望，你哭的就没有盼望，对不对？昨天那个有曾说这个老太太生儿子叫别子，这怎么讲？阿婆生囝，阿婆生囝叫别，对不对？叫别还是别，对不对？这个没盼望，你哭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做基督徒伤心，我们要些困难，要些事情，有亲人离开我们会哭泣，会难过的。对，不要办的就是啊，都摸不着你，那几个人很难相处的，对不对？什么都摸不着你，谁来摸你，对不对？我们都有感情丰富的，你看保罗感情丰不丰富啊？丰富。大卫感情丰富啊？丰富。摩西感情丰富啊？丰富。雅各感情丰富啊？丰富，对不对？他们很丰富，一个认识神的人感情是很丰富的，对不对？不是面无感情的，这里面是火热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经过30天的哭泣，过了30天。马上，耶稣要带领他们什么？进入迦南，开始打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摩西领最后，神在提醒我们在地上会遇到点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低潮、在低谷，可以的。不要扮着自己好像永远在天上飞，没这种人。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是神说，时间不要什么太长，过了就要出来，你不能死在那边，你不能死在低谷啊，对不对？你不能30天哭了30年了，那就没盼望了，对不对？那以色列就不要进迦南地了。30天结束以后，马上进。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你生意失败的时候，家庭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从这边告诉你们属灵的秘诀，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很好，30天不长。有的就不需要30天嘛，就老王骂你2句，就是不要30天嘛，对不对？3分钟就解决了嘛。我就气3分钟，叮当叮当叮当，对不对？180秒过去就是，哎，老王快点过来出去玩了，就是噩梦，就是很快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老板得罪你，或者什么让牧师得罪你，这个长老得罪你，你要给自己点时间来可以气他，省几天。3个小时好了，对对，3个小时出来就要活过来，阿们吗？要活过来，不死在那边，对不对？要活过来。你婚姻失败，要出来呀，阿们吗？你不要死在里面呐，死在里面没奖赏的，你知道吗？要出来才有奖赏啊！你事业失败会难过，你靠着弟兄姊妹祷告关怀，你下定一个决心，我这个事业失败，我给自己3个礼拜时间。想通想不通，我都要走出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秘诀，阿们吗？撒旦要你遥遥无期啊！撒旦捆绑住你，要你一生脱不离他。神从这么多的真理告诉我们说，我们给自己的难处有点时间，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所以你学了这一招以后，你遇到困难，你就跟神讲，我很难过，我给自己3个小时。对不对？有些比较重要的，我给自己3个礼拜，不要超过30天。
绝对不是真理，但是可以做参考的价值。你要走得出来，你不要堕落在那边，苦在那边，埋怨在那边，愁苦在那边，亵渎在那边，最后受苦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出不来这个地方里面，你的一生都被苦难绑住，被仇敌绑住。所以，当我们读完摩西五经的时候，当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约书亚开始打仗的时候，哇，神迹奇事不得了，对不对？环绕耶利哥城，唱诗13遍，倒了。这很需要信心的。神跟约书亚讲一句话：你一生的年日，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你面前什么站得住。哇，听了这句话，心里面火热，对不对？神说你爱我，我让你的仇敌在你面前站不住脚。我们喜不喜欢呢？喜欢啊，对不对？但你要认识神啊！你不认识神，你的权柄会乱用啊，对不对？以为说每个人都是你仇敌啊，对不对？对不对？这个站不住，那个站不住，只有你一个人站在那边，这个世界也不好玩了，对不对？你了解什么叫权柄的时候，神知道谁是你的仇敌。仇敌不是人，仇敌是人背后的黑暗权势。你的太太得罪你，她不是你的仇敌。他是你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不要当你太太是仇敌。牧师得罪你，牧师不是你的仇敌。老板得罪你，不是老板是他黑暗的权势蒙蔽了他眼睛，所以你要捆绑的是他背后的黑暗权势。阿们吗？很多人祷告错误啊，圣经把捆绑仇敌，奉主的名捆绑我太太，对不对？你这个家庭问到纠纷才怪，对不对？你要捆绑他背后的什么？黑暗的权势，不要奉主的名捆绑这个弟兄，对不对？神就完全不懂真理，神就是啼笑皆非啊，对不对？他问你的，你的牧师是谁啊？这真理怎样教你，对不对？不是的，是捆绑背后的黑暗权势，阿们吗？阿们。黑暗的权势才是神的仇敌，是神的仇敌，就是我们的仇敌，阿们吗？阿们。我们还没有资格做撒旦的仇敌。我们跟撒旦比，就是大象跟蚂蚁比一样，一脚就踩死，对不对？今天不是神保守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仇敌要对付我们太简单，所以我们很少讲仇敌的事情，我们打正面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就下个标杆向前跑。所以这个是摩西五经创出黎明生里面的时间，跟一些人物的代表，还有里面一些的真理跟故事跟大家分享。下礼拜开始，我们就是读马太福音第1章。马太福音第1章，我们找一个导读。那我们从第1章里面读了，因为马太福音我上次讲是3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是对贯福音，我们会看一下怎么来取舍。约翰福音会再读。因为我们相信这4卷福音书大概1年半到2年时间会读完。当我们读完创出黎明生、摩西五经，读完马太福音，你的神学的概念对神的认识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你就会懂得很多属灵上的征战，也懂得人际关系的处理，你也知道怎么样抓住神的话，成为一生的帮助。我们就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过去的3年半的时间，让我们读完摩西五经，我们马上感谢，让这些话不是只有听到，我们还要行道。让不但是明白里面的故事，我们要明白神背后的心意，也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一群人，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圣洁的国民，让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让我们有祭司的身份来服侍神，让我们也有神的仆人的身份去服侍人。主，我们感谢你，将这么荣耀权柄的身份放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明年的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读马太福音。主，你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每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能够知道，神透过使徒马太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神儿子的故事，让我们实在亲眼也亲耳的听到，要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一生行事都能够荣耀神。主，你祝福丰沛小组所有的弟兄姊妹，不管从第一次参加的到最后一次坚持的，我们都交在主的里面。你亲自祝福报答他们，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